Hello，大家好，这期影片我们要来分享台美股 ETF 的大 PK。那我们今天主要 PK 的主题是殖利率啊。那我们台股出现的代表是元大台湾高股息 ETF 0056，然后呢，美股的出现代表则是 Vanguard 股利增值 ETF VIG。那我们今天要比较的项目分别是 ETF 的特性、ETF 的费用，还有 ETF 它过去的报酬。我们一起来看这两档 ETF 哪一档 ETF 比较优秀。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ETF 特性的部分。0056这档 ETF 它的发行商是元大投信，那 VIG 这档 ETF 呢，它的发行商则是先锋集团，也就是 Vanguard。那 Vanguard 这家公司呢，是由我们的指数教父约翰伯格他所创立的公司所以呢 Vanguard 这家公司它所发行的 ETF 通常都是非常的经典哦。好，那追踪领域的部分的话呢，0056它追踪的领域是台湾高股息指数。那 VIG 这档 ETF 它所追踪的领域是标普美国股息增长指数。那这两档 ETF 它们所追踪的领域是有一点点的不同。0056它所追踪的领域主要是 focus 在你未来1年可以配发高殖利率的公司，然后你会把它塞进成分股。那 VIG 这档 ETF 它所筛选的方式，它会看这些成分股它过去10年它的股息有没有持续增长。那如果股息有持续增长的话呢，它才会纳入成分股当中哦。好，那接下来是发行日期的部分。0056这档 ETF 它的发行日期是2007年，那 VIG 这档 ETF 它的发行日期则是2016年。那这两档 ETF 它们的发行日期都是非常的接近。那在交易所的部分的话呢，0056这档 ETF 它则是台股的交易所。那 VIG 这档 ETF 呢，它则是在美股上市哦。好，那在持股数量的部分，0056这档 ETF 它的持股数量是30档公司，那 VIG 这档 ETF 呢，则是268档。那在持股数量的部分的话呢，VIG 是完全的碾压0056它的是非常的多样性。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产业分布的部分。0056这档 ETF 它主要是分布在科技类61%、材料类9.8%、工业类9.3%、金融服务类8.9%，以及消费类周期性产品大概5.9%左右。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0056这档 ETF 它有60%都是属于在科技产业所以说在产业分布方面的话呢，是蛮集中的哦。那 VIG 这档 ETF 呢，它的金融服务类大概是18.2%，工业类的话呢是16.5%，那科技业的话呢则是15.5%，消费类必需性产品是14.1%，那卫生保健类的话呢则是14%。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 ，VIG 这档 ETF 它相对于0056这档 ETF 来讲，它的产业分布方面的话是更加的优异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企业占比的部分，0056它的 Top 10占比就高达41%，那 VIG 的话呢则是31%。那在企业占比的部分的话呢，也是 VIG 比较分散。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不管是产业还是个股分散风险方面都是 VIG 它比较优异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市值大小的部分。那为什么我们要看市值大小呢？因为一档 ETF 如果它市值越大，通常它的内扣费用率就可以压得越低。然后呢，而且如果一档 ETF 它市值越大的话呢，它也比较不容易下市。好，那我们来看一下0056这档 ETF 它的市值有多大它市值的话呢是4亿美金。那 Vanguard 的这档 ETF VIG 它的市值大小则是68亿美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档 ETF 它们市值大小相差非常的多，大概相差了17倍。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预期 VIG 这档 ETF 它的内扣费用率应该是蛮低的哦。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ESG 评分的部分。那 ESG 评分呢，主要就是一些公司治理，然后环境保护，还有社会责任来进行评分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元大台湾高股息0056这档 ETF， 它的 Morningstar 的 ESG 评分是几分呢？它的 Morningstar ESG 评分是5颗地球5颗气球就是最高分那接下来另外一档 ETF VIG 的部分的话呢，它只拿到2颗地球所以说如果你是非常爱护地球，你很在意 ESG 指数的话呢，那0056的话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费用部分那费用的部分的话呢，0056如果你要购买它的话呢，它一股要33块台币。那 VIG 的话呢，则是169块美金。那换算一下的话呢，大概就是4700块台币。所以说，如果你有4700块台币，你就可以投资 VIG 咯。好，那再来就是总开销费用的部分。总开销费用的部分的话呢，0056是0.66%，那 VIG 的部分的话呢，则是0.06%。这两档 ETF 相差了11倍这是非常非常的多。那总开销费用会对我们投资人造成多大的影响呢？可以点击我上方的影片链接，我会跟你分享更多有关于总开销费用的部分。那这总开销费用在50年下来1%的总开销费用可以让我们损失了35%的报酬，这是非常非常的多好，那再来就是配息模式的部分。配息模式的部分的话呢，0056它是1年配发一次，就在10月份的时候配息。
那 VIG 这档 ETF 的话呢，它则是3月、6月、9月跟12月，也就是说它是属于我们台湾人非常喜欢的季配息的 ETF 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报酬的部分。那股息殖利率的部分的话呢，好，那在股息殖利率我们就可以看到0056不愧是标榜高股息 ETF 它的殖利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呢 VIG 这档 ETF 它则是标榜股利增长所以说呢它的殖利率看起来就是没有到这么的耀眼。那我们来看一下近10年的资本利得吧，也就是说股价的表现方面。好，那股价表现方面的话呢，0056它的股价表现是48.8%，那 VIG 的话呢则是277.8%，这两者相差的5倍是非常非常的多啊。那如果我们将股息再把它投入进来就是说我们今年领到了股息，然后投入进来，明年再继续滚一次的话呢，那报酬率会是多少呢？0056会高达149%，那 VIG 的话呢会来到287%，这两者相差还是相差非常非常的多。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复合年报酬率的部分，复合年报酬率的部分0056则是9.7%，然后 VIG 呢则是14.5%。那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看到 ，VIG 这档 ETF 虽然它的股息殖利率比0056还要低，但是它的报酬的部分总报酬的部分是完全的碾压0056哦。那我这边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过去的报酬不代表未来的报酬哦。好，那为什么 VIG 这档 ETF 它可以大幅的去超越0056呢？其实这个我们从它的筛选特性就可以看出一个端倪。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配息部分0056这档 ETF 它的配息从2011年到2020年，它的配息是参差不齐的。但是 VIG 这档 ETF 呢，它的配息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它从2011年的一股配发1.17块美金，到现在它一股可以配发2.3块美金，整整成长了100%。但是0056呢，它在股息方面的话呢是没有成长的，而且还有下降的趋势。那各位可以想想看如果有一家公司，它的殖利率现在是5%，然后呢，它每年股息都会成长10%的话，它只要每隔7年，它的股息就会翻倍。如果这家公司它的股价都没有成长，然后它股息一直成长，一直成长，一直成长，那总有一天它的股息就会超越它的股价。那我们当然不可能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嘛。所以说，当一家公司它的股息可以稳定成长的时候，它的股价也一定会跟着成长。所以这档 ETF 为什么它的总报酬率可以这么高，就是因为它的股息成长的关系。好，那这两档 ETF PK 到现在，你们有发现哪些现象呢？我这边跟大家分享几个重点好，那第一个就是 VIG 这档 ETF 它的持股种类非常的分散，而且产业也非常的分散，它有非常好的分散风险的能力。那0056呢，在分散风险能力这方面是没有做到特别的好。那第二点就是0056它虽然殖利率比较高，但是它整体股息发放是非常的不稳定，有参差不齐的情况，而且它近10年的股息不升反降。那 VIG 这档 ETF 虽然它的股息殖利率比较低，但是呢，它的股息成长率是非常的稳定。它在10年的时间它的股息就翻了1倍这是非常非常多。那你希望你的股息是越来越多，还是参差不齐呢？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哦。好，那第3点就是0056它标榜高殖利率 ，VIG 呢它则是标榜高股息增长率。那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配息的方面，我们会看出一个端倪，那就是当一家公司它的股息可以持续成长的时候，它也会带动它的股价成长。所以如果我们投资这类型股息增长率的 ETF 的话呢，我们长期下来不仅可以赚到股息，也可以赚到非常多的价差哦。好，那我们这期影片到这边。好，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于 ETF PK 的部分的话呢，可以在下方留言。那我下次呢会再做影片跟大家分享哦。那我是不随处股市指真心买家的 Kevin， 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未来0056，那其实这是有